干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好像只有大户人家才吃得起它，但是现在因为各种技术的成熟，我们好像也吃得起了，所以我不允许还有人没吃过它，就当给自己秋天的第一份礼物。更何况它跟和牛加在一块儿，这什么搭配？我怎么没想到？烦死了，吃死它！又到了吃鹅肝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杰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表参道，东京的4大特色街道之一，他家就是靠那个鹅肝和牛三明治出的名。终于给我约上了，哼。すみません。6時予約した流です。哦，被小姐姐拉凳还是头一回。废话说太多，但我就喜欢说废话。我们还是点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再美好的一顿饭也不能跳过小菜，但青菜还是算了吧。杏鲍菇可以接受，然后是经典时尚小蘑菇，里面加了满满的香菜。我真的喜欢香菜到想要用它洗澡。不出意外，这种高级烤肉店第一个菜永远都是生肉，但今天的造型还挺特别的。它像包饺子一样，把一个肉馅分成了2块，然后再把鱼子酱铺在上面。旁边那个炸面包特别像金银馒头，有没有？正确的吃法是把肉馅塞进去，说不定这个就是日本版的热狗，又有点像生肉版的油条加麻糍。但说实话，这一口下去，我的快乐又回来了，就吃起来挺过瘾的。但是我只能说，把刚才那个肉换成熟肉的话，可能会更好吃。然后上了一个像红糖糍粑一样的东西，吃起来奶味特别足，因为它里面是牛奶芝士和蟹肉，有点咸蛋黄，有点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最外面特别像炸过的空心豆腐，口感很像可乐饼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又很软嫩，很腻但很香。薄切牛舌其实也很美妙，看着它在烤盘上微微卷翘的那个过程，我就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吃进嘴里还是那股熟悉的经过烟熏火燎的味道，很柔软又不失嚼劲的口感。因为我加了柠檬汁，就吃10块都不会腻。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如果是后切的就好了。接下来是什么东西飘过去了？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脂肪不多，但是肉又是最嫩的一个部位，而且他们家是厚切，肉的汁水里面混合着油脂，绵软的口感，里面的肉香和奶香都特别足，它就是完全不需要调料，我都可以吃一盘的那种。我真的很想给你们听它在嘴里嚼的时候发出那个水嫩的声音。这片肉特别薄，它就是每面只烤5秒就被夹到碗里了。它这个肉的大小刚好和那个碗的底部是一样的。它碗里面那个酱是那种柚子甜酱，清新的酸味非常的解腻，它其实吃起来更像横膈膜肉，一点都不像屁股上面的肉，它像是肚子上面的肉。喝一口牛脸肉煮的白汤，奶白奶白的，很像鸡汤拉面里面的那个味儿。要是有面就好了。然后下面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，前面那些肉都是铺垫。牛菲力鹅肝黑松露，它里面的每一个食材都不便宜。看着鹅肝在烤盘上流油，在逐渐变得焦褐的过程，不知道为何有一种莫名的治愈感。再加上主厨的精心摆盘，我只想说，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哦。这个三明治一进嘴，它就是今年之最。牙齿咬穿它之后的第一感觉，先是黑松露黄油的味道，第二个碰到你舌头的东西是鹅肝的脂肪，就是那种超高热量带来的愉悦感。那个鹅肝的口感特别的绵密丝滑，菲力的肉质又是那种紧实滑嫩的感觉，再加上外面烤的有点稍稍脆的吐司，那种层次分明的口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高级。我第一次有不舍得一口吃完的感觉，吃到最后一口还能看到菲力中间粉嫩的肉，它底下的那个黑色酱汁莫名有一种可口可乐的味道。它这一块真的是味觉新体验，很想再来一份，但是太贵了。但我们还有很多别的菜，接下来是和牛寿喜烧，他家用的是牛的前胸肉，戳爆蛋黄，裹着米饭，它设计成刚好是1口的量，相较于刚才那种入口即化的肉，这一块就是比较有肉的实感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裹蛋液，还是那么的好吃。接下来就是牛内脏了，拼盘里面是牛心和胃，还有大动脉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牛心，因为我觉得大动脉还是煮火锅最好吃。牛胃就是特别脆，但是你很难把它全部嚼烂，不过你把它当成肉味口香糖还是很带感的。牛心就是紧实且 Q 弹，超高的胆固醇加上蒜香的调味，2个字形容合适。最后的主食是热气腾腾的黑松露牛肉鸡蛋拌饭，它把那个黑松露一剁碎之后，那个味道就扑鼻而来。这碗饭端起来的感觉就是料特别多，他们家的黑松露跟不要钱一样，入口就是浓烈的汽油味。它的鸡蛋是那种半液体的滑蛋，让米饭吃起来更嫩了。这个就是有钱人吃的蛋炒饭。甜品就是鸡蛋布丁，因为它特别浓密，所以吃起来很像冰淇淋，奶甜奶甜的，就是特别宜人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配得上它的名气，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，所以性价比其实还 OK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